俄专家设想，如果乌克兰主动进攻，那么为何说俄再也不会像12年前那样？俄军空降兵真的可能闪击基辅，并且占领基辅吗？近日，俄罗斯专家们讨论了，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东方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进攻，那么俄罗斯军队将参战的设想。但这次，俄罗斯军队可不会像12年前在格鲁吉亚那样，只攻到距离首都第比利斯40公里处了。这次俄军将占领基辅，让整个欧洲看到俄罗斯的决心。乌克兰历史学家尤里达德金也同样向基辅的官员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在真相之声频道上发表讲话，在乌克兰军队重振雄风之前，任何冒险的军事行动只有失败意图。如果乌克兰政界无法看清局势，仅凭意气用事，那么必将遭致惨败。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军事顾问正在不断鼓噪泽连斯基总统发动进攻。在叙利亚失败后，美国正在收紧东欧的包围圈，包括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3国。美军计划将部队不断前移，将兵力逐渐向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转移。但这些驻军显然并不包括乌克兰，而一旦俄军大规模进攻乌克兰，美军肯定不会出死力相救。其实东欧的驻军数量也不允许美军这么做，否则付出的伤亡将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在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空降兵化身一群小绿人，秘密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并迅速控制了机场、港口等重要节点。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来自圣彼得堡的近卫第76空降师、乌里扬诺夫斯克的第31独立空降旅以及库宾卡的第45特种空降旅。作为俄军精锐部队的空降兵，现有4.5万人的规模，共有4个独立空降师。其中，第7空中突击师驻扎于南部军区黑海海岸的新罗斯西克，第76空中突击师驻扎于西部军区波罗的海海岸的普斯科夫，第98空降师驻扎于西部军区莫斯科附近的伊万诺夫，第106空降师驻扎于西部军区莫斯科南部的图拉。另外还有几个独立空降旅。第11独立空降旅驻扎于西伯利亚乌兰乌德，第31独立空中突击旅驻扎于中部军区乌里扬诺夫斯克，第83独立空中突击旅驻扎于远东海参崴的乌苏里斯克，第38通信旅与45特种旅都部署于莫斯科附近。原本就是俄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的空降兵，在俄军的新军事变革中同样走在前列。俄空降兵不仅装备了 2S-25 自行反坦克炮和 BMD-4 伞兵战斗车，还更新了仙女座数字化指挥控制系统，实现了信息化的大跃进。除非是美军大驾亲至，整个东欧都没有一支军事力量可以阻止其脚步。所以乌克兰政客恐怕还是听听良言，否则基辅可能再次成为俄军的演兵场。嘴上一边说着中国羡慕美国军事实力，另一边却吵着要结束对中国的依赖，美现任3军统帅的行为有何意味？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美现任3军统帅在10月28号对外表示，中俄现在非常羡慕美国的军事实力，希望美国永远都不会使用核武器。另外，他在拉票时还对选民承诺，如果再次当选，他将与自己的团队努力把美国建设成世界商品主要制造国，结束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据了解，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说出这种话了。早在5个月前，美现任3军统帅就曾对外宣称，美国方面正在研制超级导弹，该武器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令人震惊的17倍音速，其作战性能远超中俄。另外，在今年2月份时，他还声称，美国现在拥有数量巨大的超音速导弹，其速度是普通导弹的456甚至7倍，而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类似的武器系统，这会让我国与俄罗斯羡慕。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在近段时间里，美现任3军统帅要3番5次的提到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强武器，嘴上一边嚷着中国羡慕美国军事实力，另一边却吵着要结束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所作所为有何意味？分析认为，随着中俄实力的提升，中国的崛起，以及曾经与之比肩的俄罗斯都在继续自己国防军事领域快速发展，赶超美国。美国试图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又屡次失败，让美国感到危机。
同时，再加上今年大选期限的临近，这种做法无一不是想企图以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来获取民众们的支持。毕竟，随着疫情让美国财政日益紧张，而且笔杆子的作用也在日益减弱，所以让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来增加信心的行为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对于美国人的日常追捧，俄罗斯总统普京毫不犹豫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表示，虽然在核力量发展方面，美俄基本上处于均势，但俄罗斯目前不仅在对现役传统武器进行升级改造，还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反制手段，并且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匕首锆石这2款公开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人不停宣扬最强武器的动作，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军事专家认为，随着疫情的发展，美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内外影响力正在日益衰落。如果美国还在持续扩大中俄威胁论的话，那美俄两国之间将会构建一种比古代作用上的同盟更为牢靠的新式军事同盟，这种联合将会让美国束手无策。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的基建项目引起广泛关注，对我国来说有何意义？巴基斯坦网友：中国太伟大了。近日，一条由我国修建的外国地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巴基斯坦哈拉尔市轨道交通城线首发列车于当地时间10月15号开通，这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条城市轨道交通将正式投入运营。该地铁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首个正式启用的大型城市轨道交通。据了解，巴基斯坦哈拉尔轨道交通城线项目由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和巴基斯坦 DW 公司联合运营维护。该条铁路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以及中国标准。哈拉尔城线线全长为 28.58 公里，共设立26个地铁站，它将连接哈拉尔市多个人口密集区。由此可见，巴铁终于有了巴铁。根据项目规划，这条地铁项目运行初期会有27组列车投入运营，每天的运力将预计保持在25万人次。等到项目后期，巴基斯坦方面将会更进一步提升运力，届时每天的运力将能够达到50万人次。那么这条地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这条地铁线的开通对当地公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交通压力。其次，该条地铁的出现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该地铁项目在建设的高峰期时，聘用了2000多名当地员工，并且地铁建设完成后，地铁及地铁站的日常维护都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因此不少巴基斯坦网友非常感谢中国，甚至有人说道中国太伟大了。但是我国为什么要帮助巴基斯坦修建这条铁路项目呢？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众所周知，我国通常会称巴基斯坦为巴铁，通过巴铁这个称呼就能看出，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并且在我国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时候，巴基斯坦方面也竭尽全力援助我国。所以说，我国帮助巴基斯坦修建地铁项目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我们拥有这项技术。不仅如此，帮助巴基斯坦修建地铁项目对于我国来说意义也非常重大，因为帮助其他国修建基础建设对于我国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考验，越是帮助其他国家，我们的要求就会越高。如果说我国帮助其他国家修建的基础项目工程质量差，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就会质疑我国基建的技术。这次帮助巴基斯坦修建完地铁项目后，其他国家肯定会对我国刮目相看，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国家向我国求助，届时我国基建的足迹将会踏遍全世界。